Queen， Louis， 以琳，你来干嘛？我把晚装拿来还给 Queen， 虽然 Queen 呢说送给我，不过我知道这件晚装不属于我，我不应该那么贪心。今天你们5周年，你们不是出去吃饭吗？ Queen 说要加班，赶不及回来，我想亲自下厨做给他吃。哦，你想做什么？我可以帮忙的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我做甜品。不用了。Queen 最喜欢吃焦糖炖蛋，鸡蛋你们应该有啊。都说了不用了。路易斯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对我？我怎么对你？我们可不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还像以前那样？行吗？行的。那晚只是一个意外，我们不会有第2次的。不过，我也很想告诉你，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那晚。你能不能不要再说那晚的事？也许你不愿意回想起那晚的事，不过我很想告诉你，有那一晚，我已经满足了。谢谢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啊！哎，你慢慢坐下来。干杯！坐下，我给你倒杯热茶。我没想到老天对我这么好，那一晚是我最开心的一晚。我真的没想到，居然可以跟我最喜欢的男人在一起。够了！我告诉你，那件事只会发生1次，永远都不会有第2次。路易斯，我们是做了对不起Queen的事，不过我从来都没想过故意去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。只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我们3个依然可以做朋友，一切都没变。我们以后最好不再有任何接触，可以的话，不要再见面。我和Queen就快要结婚了，我不想你再出现在我们中间。路易斯，只不过是一晚，你就否定了我们这么多年。Queen， 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是不是想问，我听到多少你们说的话？不是Queen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听我。站住！不要再跟我说任何理由借口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穿我的衣服搞我的男人。你说你会跟我结婚了，你居然勾搭我最好的姐妹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Queen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要跟我说是以琳自己爬上床的，不要跟我说你控制不了自己，你不要再做任何解释，这样只会使你背叛我之后再侮辱我的智慧。那晚我喝了很多酒，是不是喝多了就可以跟其他女人上床？那喝多了就可以杀人，喝多了就可以当什么事都与你无关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赫利维？那天我有推开他。不要再说了，再说下去就恶心了。你不能把你的错全都推到一个女人身上，这样我会看不起你的，赫利维。这戒指，人都会错，你错，我也有错。老Queen，别再让我说第2次。这个家里所有你的东西，麻烦你马上给我搬走。
我一会儿回来，不想再看见你。Queen，你听我说，不要碰我！你们两个都叫我听你们说，没有必要再说，你们已经做过了。怎么样？到哪儿了？啊？做到哪个步骤了？哦，什么事？我突然想起来要提醒你，如果你放松的话，记得最后才放。煮久了会变黄，一走样了就很难看。时间长了，什么都很难看。是啊，时间要刚刚好，很讲技巧的。不过你可以的。我行吗？啊，还有啊，你不记得怎么打劫呢，就干脆不要打了。只是摆盘没那么好看，不过不影响味道的。知道了。劫已经打得很牢了，所有事我都能搞定。我是不是不识趣？路易斯在你旁边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改天再聊。哦，那不打扰你，改天再聊。我们已经查过黄老路的背景，发现他没跟任何人有金钱瓜葛，也没跟人结怨。我认识的他是一个好同事、好丈夫、好爸爸。但是你应该知道，这几年他涉及了几宗医疗纠纷。有一个叫罗峰的伤者，车祸之后要截肢，怀疑黄医生诊断错误；还有一个叫张银娣的婆婆，出院之后摔倒施救，家属也怪在黄医生头上。做前线医生，很多时候会被病人投诉，但是黄医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理想。医院的调查的确证实他没有疏忽，不过最近又有一宗，是卢巧莹自杀案。她男朋友潘文亮高调向医院投诉，是黄老路的疏忽导致卢巧莹施救而死。当时他也来过警局，他一口咬定是黄老路害死他。我要讨回公道，我要他赔我女朋友的命。你怀疑他想向黄医生报复？我们暂时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我已经通知同僚找他回来问话。还有没有其他人有动机？卢巧莹只有哥哥卢孝达一个亲人，案发前后一直在外地，还没回到香港。我们在尝试联络他。不管凶手有什么动机，他都杀害了一条宝贵的人命，摧毁了一个大好家庭。但是很可惜，当时没监控录像，也没有目击证人。我们还有物证可以帮我们重组案情。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些烧烂了的塑料碎片，经过还原重组，确定这些碎片来自一台民用无人机，而碎片上面还残留了一些炸药成分，证实了是 TATP。Tracetone Triporoxide 就是伤炸药。我知道这种炸药，可以从洗甲水和洁厕剂里面提取，原材料是很简单，不过制作的方法和分量都很考究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但是 TATP 是无火焰炸药，是靠冲击波致人死亡，为什么现场的火势会那么猛烈？因为凶徒不只用了 TATP， 还加上铝热粉。我们化验过尸体上面的金属粒，证实是铁加氧化铝，是铝热粉发生铝热反应之后的残留物。整个炸弹的结构分为2大部分。假设这包饼干是铝热粉，凶徒用改装过的老式手机和铝热粉绑在一起，这是第一部分。而第二部分就是刚才所说的 TATP。正如我和文法医之前的推论，凶徒是用老式手机当遥控装置，当手机接通就会短路起火，点燃铝热粉放出高温，再引爆绑在一起的 TATP 的冲击力将铝热粉弹射出去，铝热粉燃烧时可以高达2000多度，足以引燃车上的油缸，引发到爆炸。手机炸碎，
底板飞到50米外。而当铝热粉完成铝热反应之后，就会慢慢冷却，变成氧化铝和铁，残留在烧到融烂的尸体伤口上面。按照你们俩的说法 ，TATP 的冲击波、铝热粉的高温，任何一样都够杀伤力。凶徒把它们加在一起，代表他非常凶残，就算炸不死黄医生，也要烧死他。凶徒非常谨慎，懂得隐藏身份，用无人机遥控杀人。尸体上找到的手机 SIM 卡也是一张没有登记人的太空卡。无人机的底板有储存飞行记录的晶片，可惜已经被彻底炸毁，无法修复。而无人机的型号香港没有代理，应该是外地水货，查不到在哪儿买的。TATP 材料很容易买到，铝热粉虽然要自己买原料做，但是也不算难买。就是说，凶手可以随时制造一个同样的炸弹，继续杀人。这个人是一个极度危险人物。我们不知道凶手杀人的动机，也不知道目的。最怕是不知道他要杀多少人。一定要在他再动手之前找到他。Kinsa 有发现，网罪科修理好卢巧莹的手机之后，我们一直在看里面的照片，想找到他自杀或者自残的线索，但却被我们发现这个东西。骨灰灵位，这个是卢巧莹妈妈李玉群的灵位。重要的是下面这个，张银娣是黄朗路被家属投诉的其中一位死者。当年张银娣摔倒看急诊，黄医生认为他没什么大碍，没让他住院。但是当天他回到家又摔倒了，还昏迷施救。后来他孙子不断投诉黄医生害死他外婆。我还记得黄医生因为这宗投诉搞得很困扰，整个人都瘦了。他孙子会不会跟这次的爆炸案有关？所以我们就查了一下他孙子，他叫梁叶汉，35岁，在化工原料厂做过工人，是他外婆一手带大他的。